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照样开始啦。我们每次开始呢，一定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事务所的同学们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博洋啊，朱大是为你好的啊。我们以身入局，要让沈伯洋一战封神。我们会讲到沈伯洋 Q 毛真的不行呐、Wildcat Young、郑克爽、宠物沟通师、料理鼠王、纱窗破洞、小泉进次郎、青鸟尊者、扑马、淡化仇恨值，最差也就是这样了。各位准备好了没有？来，让我们开始吧。各位。今天要跟你们做一件事情，一件你从来没有在台面上看过小弟我做过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当沈伯洋的竞选顾问。今天呢，我们的工作是担任伯洋的竞选形象改造顾问公司首席策略长。我们要花一整集陪那个台湾抗中保台的最大希望沈伯洋委员呢，我们叫他伯洋好了。我们今天要教伯洋啊，怎么把自己洗白，怎么把自己改造的越来越帅，越来越有说服力，越来越符合台北市民的期待。那当然要把自己从一个爆炸头学者变成台北市民会投票给他的首都市长候选人。一定会有人问，你是不是又在反串？没有，我们今天不反串，我们非常认真。我为什么要让伯洋陪着一起走过来？因为我实在不忍心。我们看了一整个月啊，从4月初赖校长打电话征询伯洋开始，我们看到伯洋的同志派系地方大佬、北市小鸡苏系人士竞选团队，每一个人都在伯洋背后讲小话，但是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讲。我们今天就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的讲给伯洋听。伯洋啊，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你们家自己人挖的坑啊，在你背后捅了那么多刀，我看了都不忍心啊。我们只是把它翻译成你听得懂的版本而已。各位，有没有人记得啊？我们曾经提过什么叫认知安抚产业链？有没有一拉一整块？当政府说屎可以吃的时候，屎就可以吃啦。苗博雅、朱佑兴、黑熊学院，马上就告诉你说战争根本不恐怖啊，是不是？那中间还有黑熊学院跳出来，黑熊学院的创办人是谁？沈伯洋，就是我们亲爱的伯洋。那个时候我们说，黑熊学院是这条产业链的第3层论述生产者。现在到了2026年5月，第3层的沈伯洋要被绿营升级了。他要被改造成台北市长候选人呐、各位啊，绿营这一次要把论述生产者本人直接送进选举市场了，看刺不刺激，开不开心？那这个改造工程做得怎么样呢？我们让大家看一遍，先从伯洋的 Q 摸开始。沈伯洋的 Q 摸呢，真心是很特别的一个设定。那我们要看看多特别呢？来改头换面，好不好？伯洋被改头换面，换到他可能自己老妈都不认得啦。为什么？因为各种吹捧太惊人啦。首先，我们要恭喜你，伯洋啊，4月25号剪了头发。你过去的招牌爆炸头 Q 猫呢？这个外号我等一下会讲。你剪成一个短卷发，跟蒋万安站在一起，抢下当天所有的版面啊！哎呀，不得了啊！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不得了，这个真糟糕。没有，我们会告诉你，你剪的超棒的，你剪的超赞的。因为当没有话题的时候，修毛就是一个
好的方法，改头换面嘛，对不对？改头啊！但是博洋啊，你的同志们呢，光是在4月25号到4月26号呢，他这个发型上做了3件事情，每一个都是好心，每一个都在你背后捅刀啊，博洋啊，你的血都是自己人让你流的啊，是不是太可怜了？你又不能抱怨，但我帮你抱怨出来。来，4月26号呢，那一个明明就是外国人的政治评论员汪浩，用 AI 做了一张博洋 CEO 版形象图。嗨呀，赞！CEO 版形象图什么呢？汪浩说这是 GQ 杂志封面吗？天哪，太帅啦！天龙国人就爱这一位吧？博洋啊。天龙国人就爱这一位，这是汪浩讲的哦。这句话是在夸你吗？朱大为你好，汪浩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台北市民是浅薄的、看脸的、看包装的，所以让老子用 AI 做一张 CEO 图丢给他们，他们就败在你的石榴裙下啦，是不是？博洋，你的支持者汪浩用一张 AI 图把台北市200多万选民一下子打到就爱这一位的天龙国人啊，那么的厉害，是不是？我想要问你，这算挺你吗？哎，我算挺你吗？哎，有没有搞错？妈干我还没有把你往地狱丢哎，你被人家快要埋起来了。来，还没完，还没完，一步接一步的，步步惊心啊！4月底的时候啊，中华民国行政院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公开大赞新发型，哇靠，梳直一点，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模一样。博洋啊，朱大要问你啊，你看过小泉进次郎在日本网络上的形象吗？还是你不知道，人家随便弄你都接受？小泉进次郎现在在日本网络上可不是，可不是政治能力典范呐、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是进次郎体迷因的主角啊，他的代表名言是这几句说：因为天气变冷了，所以感觉不热。第四，我每天都在反省，但我会将这种反省化为不反省的动力。第四，哎，博洋啊，这是小泉进次郎在日本的形象啊，一个废话迷因之王。你真的觉得你像小泉进次郎好吗？然后你的同志管碧玲哦，公开赞美你，梳直一点，跟小泉进次郎一模一样。哎，你知道八卦版底下怎么留言？这是在侮辱小泉吧？博洋啊，这句话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沈博洋还没有小泉进次郎好，第二个意思是拿小泉当称赞已经很糟，竟然还拿不如小泉的东西去比啊！这2种解读对你都不利。朱大为你好，你的同志管碧玲用一句赞美帮你绑了一个小泉进次郎的废话迷因标签。我想要问你啊，这算挺你吗？来，还没完。4月26号，不怀好心的100万网红也出来帮你平反，帮你平反什么呢？平反你不熟台北历史这件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你4月25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国民党在台北从1949年已经执政70年了。我们用数学帮你算，好不好？数学这事儿呢，不会就是不会，他不会对不起你的。哎，那来，从1949年到2026年是77年呐、其中陈水扁市长任期是1994年到1998年，所以正确的答案是国民党在台北市扣掉陈水扁那4年，执政73年。你说1949年执政70年，差了7年，而且漏掉了陈水扁，所以陈水扁又要告诉你，文艺复兴劲到无法挡，
但是你漏它怎么可以呢？可是而且还没完，而且你这个数学有问题呀、你的数学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妈的，柯文哲什么时候变国民党的？柯文哲也搞了8年呢、你什么时候把他弄成国民党？你不能因为你讨厌他就把柯文哲弄成国民党的哦。好了，来，Chip 好心嘛，Chip 就跑出来帮你平反。他说：“哎呀，大家笑普马历史不好，其实有点冤枉啊。沈伯洋受访时候有说陈水扁短暂执政，所以普马不是想的那么蠢。等等，陈水扁好像不是8年，好像是4年，对不对？好，不管。但是柯文哲也有8年，加起来嘛，夯不啷当也是12年吧。来，所以 Chip 这句话是什么？不是想的那么蠢，所以铺马不是大家想的那么蠢。这6个字是什么意思？是默认你有点蠢，只是不是想的那么蠢。哎，我问你哦，这算挺你吗？各位，你们看到了吗？我们的博洋宝宝，光是剪了一个头发，汪浩说台北市民是天龙国，就爱这一位浅薄。管碧玲说你像小泉进次郎，这个日本废话迷因。Chip 说：“哎呀，你不是像想象那么蠢呐、3个挺你的人，3句话把你绑了3个负面标签，而你的对手张思刚啊，哎呀，我们那个妈搞了半天让我付钱付那个什么北海道乌参青葱海胆意大利面，哎，他4月26号受访的时候怎么说？他说：“哎，思刚说啊，要选一座城市的市长，第一波热度给的发型，就是这场对决最悲哀的注解。沈伯洋同一天受访3次，强调谦虚谦卑，让我质疑32-0都教不会谦卑的人，剪了头发打球，聊聊古典乐就会了吗？伯洋，思刚要选的是议员呐、但是思刚讲的话准确100倍啊！来，朱大为你好，朱大要送你第一个建议：博洋啊，博洋啊，博洋啊！你的支持者比你的对手还会伤害你。你需要的不是新发型，你需要是叫你那些为你好的同志闭嘴呀、朱大讲完这个建议，先给你喘口气。下一章朱大要讲你宝贝的黑熊学院。博洋啊，深呼吸，慢慢往下走啊。各位要欣赏一下，我们今天在背后做的图，可是我用不到100字叫 ChatGPT 做出来的，是不是还行？让各位欣赏一下啊。但是很抱歉，因为如果他找不到这个当事人长什么样子，他就随便乱抓图，所以这个 Chip 长得跟汪浩一模一样，因为他也不知道汪浩长什么样子，所以啦，来，我先一边让各位看一下背景图，一边在这边稍稍宣传一下。哎，各位，鸭脚木因为有大企业要收购了，所以他跟我们讲，给我们1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你喜欢鸭脚木的话，你赶快现在下单，赶快订购。我们趁这个礼拜从大企业手下抢货，能抢多少是多少。你抢多少呢？我加1倍叫他留货，让你今年都买得到。不然，如果被大企业一扫货，因为鸭脚木实在是某种程度算是被我们炒起来的，它卖了几百公斤今年，所以看其他人看到就想说，看怎么有一个地方卖这么多这么好，一定超棒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想要整组收购，但因为我们跟这个陈艾伦这边蜂蜜关系好，所以我们特别跟他讲说，你等等，你先给我1个礼拜，我们先抢货，网友买多少我就加1倍，你把这个货留给我，剩下再给大企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这就跟我们的库泰科礼拜4就要调涨15%是一样的道理。库泰科唯一一台25000毫安培，我今天特别问过，它符合所有台湾国际航空带上机的几乎最大的那个容量了，所以可以带。那因为它是大概92瓦时，
虽然你用25000毫安培，对方看不懂，你就跟他讲，我这个是92瓦时，低于100瓦时，所以都可以带。那但是这个富泰科就是嘉美能的产品呢，它到这个礼拜四就要调涨了，一调15%，我现在也压着让大家赶快买。我们这几天已经卖了几十台，请各位赶快下单。你如果顺便想说要凑个免运的话，你可以顺便买一下他附的那个电池加价购什么东西，好都随便。这个东西讲一讲，讲完了，我们要进到下一章了。那沈伯洋剪发之后，就像很多帅哥，这我他妈都笑了，我笑出腹肌来了。你看什么东西嘛？木村拓哉、玉木宏，到底像多少个帅哥？我不知道啊。干，不要再害死博洋了，好不好？妈，你让这些人支持者恨你一辈子啊！哎，好吧，来，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认真的要告诉各位。Engine Lee， 干你娘，滚呐、啊！你在他妈一直留言，是不是没朋友？既不抖那也他妈放屁，还说你还是去看外媒好了，掰啦，干滚呐、啊！滚妈留个屁眼呐、啊！你娘嘞，啰里吧嗦，妈你觉得你哪位呀、啊？阿弥陀佛。对，鸭脚木真的是好蜂蜜，好不好？就这样。那请各位赶快下单，不然之后没有把握可以再有啦。来啦，好啦，我们继续往下讲。来，博洋啊，你看我们一边做广告，我一边想要叫你不要卖，你看我是不是很狠心的一个企业竞争对手？来，我们上一章送你一个建议，叫你那些同志为你好，他妈闭嘴，闭嘴！来，深呼吸完了没？深呼吸完了，对不对？来，你要买酷泰科，请点置顶的佳美能里面的产品。你要买那个鸭脚木蜂蜜，我们今年卖了几百公斤，你去点丰裕，这个礼拜过后，我不保证还会有货，最好赶快买，保证好。你不信，你去问我们的讨论区的网友，说它好不好？风评一概是好。来，所以我们一边带货，一边往下走。你的商品有问题呀、博洋。你的商品有问题，我尊重你啊，朱大敬佩你开了黑熊学院，各种各样捞钱，各种各样收费，各种各样开课程，哇，厉害哦！培训了几万个学员，哎，朱大觉得很棒啊。台湾需要全民防卫意识，朱大跟你立场一致啊。但你收的钱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啊？但是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黑熊学院从2025年1月啊，陆陆续续搞出了一堆产品线，这产品线现在变成你选台北市长最大的包袱啊。第一个商品叫什么？1380元防灾包啊。防灾包变成你最大的灾难啦、博洋，看一看好不好？来，后面还有3840元民主种菜课，还有什么什么美国老爸的资源？哎，立马帮忙！如果今天 AIT 帮我宣传说，哎，朱大卖的蜂蜜很赞啊，那我还不卖爆？可是问题是我没有要选举啊，博洋。哎，防灾包呢？这个商品呢？朱大老实跟你讲，单价勉强可以接受，反正是青鸟买的，干我屁事。一个包含手电筒、求生哨、口粮、净水锭、保暖毯、急救包的避难包呢，台湾市面上中位价落在800到1500之间。当然你去淘宝买更便宜啦。而且博洋还说，干这是台湾货，台湾货，台湾货。但淘宝买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看起来也一样，装起来也一样。但博洋说是台湾货。我们就相信它是台湾货好了，但是博洋啊，问题呀、啊，问题不在价格，问题在于这个商品是绑定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一起卖的、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逻辑？当政府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时候，黑熊学院的避难包就卖得好。
当美国推台湾要做全社会韧性的时候，黑熊学院的避难包就卖得更好。当 AIT 美国国务院出面呼吁台湾民众准备避难包的时候，黑熊学院的避难包就变成国际背书的商品。博洋啊，这就是绿营过去3个月被网友嘲讽的核心了啊！网友嘲讽的核心是这几句，连美国爸爸都亲自下海来帮忙推销避难包了。黑熊学院的业绩压力是有多大？原来推动全社会韧性，买避难包，懂了。美国国务院指定推荐避难包，委内瑞拉马杜罗用不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下单哦！来，博洋啊，朱大为你好。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推动全社会韧性，本来是一家极佳的政治安全牌啊，获得美国官方政策呼应的，还有那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但问题是在你身上变成笑话，为什么变成笑话？为什么变成笑话？因为他妈你在卖钱呐、孩子！这些网友跟我们觉得你把这个宏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叙事搞成一场直销大会啊！相信 AIT 购买沈伯洋，相信国务院购买沈伯洋，相信黑熊购买沈伯洋，全社会韧性变成全社会带货。伯洋啊，你从国安导师被拉低为国安推销员了。这怎么会安全？这怎么会开心呢？这不是国民党干的，这不是朱大干的，这是你自己的商业模式帮你完成的。你要赚钱，不要出来选；你要选，就不要赚钱嘛。真正让你被笑到没朋友的，还不是防灾包1380防灾包，不是啊，是民主重载客3840元呐、啊。博洋啊，朱大有没有讲错啊？3840元原价5280元，特价3840元，教你暂时种菜啊！来，2025年1月，国民党立委张志伦先踢爆内政部警政署用密件预算2218万元，向地方警局指定推荐黑熊学院，然后国民党中央再报黑熊学院教民众种菜，一堂课3840元，国民党送你3个外号，这外号都很好听，叫商业鬼才、民主菜农、新台币论述大师。你们把林嘉欣放到哪里去了？但是博洋啊，朱大为你好，这3个外号呢，每一个都比你的国安大师好记。谢谢 Cherry Cola 送宝石，商业鬼才把你从国安专家拉低为会做生意的学者。民主菜农把民主这个字跟种菜绑在一起，台湾选民听到民主会肃然起敬，听到菜农会笑出来，笑出来的时候，民主这2个字就被你消费掉了。新台币论述大师，嗨呀，这个对你最毒啊！因为你的核心政治资产就是论述黑熊学院、认知作战、全防卫、社会韧性，你被推上立委不分区第2名的理由就是这些论述。现在你的论述被重新定价为新台币。洋啊，朱大为你好，你看看你怎么回应这3个外号的？你说如果按照这些蓝白委员的标准，现在你们要不要攻击红十字会？民进党天天都在攻击红十字会，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回去看一下？来，你说，哎，如果立委真的觉得台湾人被当盘子，请他自己去上淘宝买中国货就好，看你品质差不多一样哎。你说那黑熊学院应该直接提告加重诽谤？博洋啊，这3句回应啊，3句回应没有一句回应3840元这个数字本身呐、啊。第一句，你把自己跟红十字会放在同一个层级，但红十字会没有3840元的种菜课哦。第二句，你叫他们去买淘宝，但他又不是被质疑的对象，是你被质疑。第3句，你叫黑熊学院去提告，但你最后没提告啊。朱大为你好啊，3840元这个数字啊，你从2025年1月到今天，
整整4个月没有正面回应过一次，我要送你第2个建议。博洋啊，你要选台北市长，黑熊学院的商品线必须先停售，不是改名，不是降价，不是换包装，是停售。因为只要你的商品线还在运作，沈博洋占北市，就会被解读为黑熊学院 IPO 上市计划。每一场造势都是业绩发表会，每一句政见都会被当作卖点。博洋啊，你选台北市长的对手不是蒋万安呐，你选台北市长的对手是沈博洋本人从2022到现在卖出来的商业形象啊，而这个对手比我们的万安宝宝强10倍呀。接下来我们要讲谁会挑老鼠当做一个市政起手式啊？有没有搞错？但我们现在念一下斗内啊。来，坏掉龙9说，请支持西赖式太阳能充电组，担任阿拉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击，谢谢。坏掉龙9叫北海道海胆乌参青葱味面，但那个名字好像改了，你上去再看。我上一次翻一翻，觉得好像不对。Mr. 刘建议说，小泉家族等于小泉纯一郎前日向，长子小泉孝太郎，常看日剧都知道是谁。次男小泉进次郎，博洋啊。你是拿什么比什么？而且对方已经不好了哦。Sylvia Chang 说，先抖内支持朱大。Mr. 阿卡赛子说，小抖个目标。刚刚听到朱大开干，今晚酒真香，九哥也可以开始吃饭了。支持九哥使用西带式太阳能充电组，担任阿拉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紫金。刚踩进来就听到朱大说压角木蜂蜜，先来订个4大罐，让朱大锻炼身体，再听回放。妈，你要遵守承诺，你订4大罐，我保证我去给你背回来。我现在已经买了一台超大露营车了，我就可以拖上捷运，一路乒铃乓啷乒铃乓啷，然后拖到大池办公室，看你怎么样。我敢拖，看你敢不敢。冯鑫说：“我都快哭了，今天去超市雀巢的冲泡咖啡价格涨了2倍，量也比之前少1半，变成之前4倍啊！呜呜呜！叮叮叮说是不是什么商品只要加上民主就满满的价值？对啊，我们在卖民主蜂蜜跟民主民主那个行动电源。来，再来了，博洋啊，博洋呢？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怎么说这件事儿，才让博洋能够明白，我们是为他好？我来看看啊，妈的，有时候做太多东西，自己忘记什么是什么。好，不是这一张。好啦，博洋，你看到没有？小弟做了一个动画，然后让你一个一个看啊。这个是一个民间想办法自救的一件事情，但是没关系，我们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博洋的这个一出手就讲鼠患议题，真奇妙。来，黑熊商品线要停售，你喘口气，喘完了没？好，如果你喘完了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你这样子接下来 O 不 OK 呀？为什么 O 不 OK 呢？因为我们怕你撑不住嘛。这个马上就要来到宠物沟通师啊。紫金说报告，4罐已下单完毕，朱大的超大露营车能出动了。好哦，谢谢你哦。我这个礼拜这个因为韩冰哥要来，所以应该可以包出很多很多东西。谢谢你，紫金。我们就开始搬了吧，没有什么不能搬的。来，我现在要进入第3个建议啦。博洋啊，你的市政起手式啊，联合报5月初是这样形容的啦。沈博洋立刻就针对解决鼠疫等环境问题发表政策与想法，尽管目前效果差强人意。差强人意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勉强可以让人满意哦。联合报用这4个字已经是最客气的版本了。
今天就要变成一个料理鼠王跟沈伯洋叔。来，我好好分析一下什么叫差强人意啊。博洋啊，一个要选台北市长的人，先把台北市踩下去，变成一个到处都是老鼠的市区，然后你还要选市长，你当我妈台北市人都是吃素的，是不是？来，方向不能算错，因为基层民众如果真有那么多老鼠，那你就会看到，好不好？那的确啦，忽然之间在博洋一出手，老鼠有没有这事情上面看起来很了不起。来，你切了一个老鼠的话题，结果嘞，来，你5月初提出鼠患政策，到5月5号之间，整个台北市民间的鼠患议题演化了6次。第一个5月初哦，哇靠，那台北老鼠忽然之间揭竿而起呀、感觉博洋一出手便知数不数。来，5月初呢，忽然之间网络上各种各样老鼠在街头横行，有的是高雄也变成台北，有的是马桶里面有老鼠也变成台北，干那个是外国的影片。好，那没关系，影片多，我们就假设那全部都是真的好了。台北市部分区域啊，可能真有那么多老鼠。也还有长者感染汉他病毒。问题是，从说出来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博洋的戏了。来，为什么？到了第2层呢？5月初有个网友，不是民进党员，或者他至少没有承认，也不是你的竞选团队成员，也不是台北市政府员工，他就是一个网友。他做了键鼠地图 Red Radar 也可以这样说。民众用3个步骤就可通报老鼠位置，附上照片、地理位置，自动更新地图。这个地图覆盖哪里？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全国。一个人3天时间做出全国老鼠地图。博洋啊，你的竞选团队里面有吴思瑶、吴佩益、陈培瑜、范云4个立委啊，盘点了50项以上当前政策可精进之处。这50项里面有没有一项做出了像 Will Cat Young 这样的东西呢？我替你回答，没有。哎呦干！我露营车可能太大了，好像进不了捷运，没关系，我就用妈的行李箱，我用登机箱可不可以？重的我半死，我用登机箱，可以吧？来，没有，你就是没有做出来，你就出一张嘴，但你没有做出来啦。然后再来，郑克爽，哎呀不得了，郑克爽最近这个抨击我们博洋宝宝可用力了啊！什么？5月4号早上，郑克爽传了一张迪士尼料理鼠王 Grammy 那个玩偶照片到键鼠地图，配文说什么？配文说笑死，青鸟的台北老鼠雷达被我玩坏了，整个 Radar 台北系统审核完全没过滤，料理鼠王的玩偶状态显示已建立，也就是你又出现了一个料理鼠王的玩偶之后，就变成有老鼠了，了不起吧？了不起！当天中午呢，信义区、中正区陆续被网友灌迷因，白色实验鼠玩偶，还有那个老鼠的伸舌头那网络梗图，甚至还有一只猫的照片，全部状态就是已建立，也就是他根本没有审核你贴了，你真的贴了他就过啊！干你贴哈姆太郎，妈你搞不好贴一只剑齿虎，他也过哎、我养啊！这件事情对你不利哦，但其实是好事，好不好？郑克爽呢，用一张迪士尼玩偶照片帮 Will Cat Young 找到了系统审核漏洞，而 Will Cat Young 当晚就在 Threads 发文说：“哎呦，来乱人变多了，所以需要人工审核，压力测试嘛，还不错，大家互助合作啊。”但博洋啊，你的竞选团队这一件事情呢，哎，看长宽高总和推车不能超过175公分呐、更超过了，好，没关系。而且你超过了，我也不能坐电梯呀、对不对？好，只能拖行李了。来，但是博洋啊，这件事情里面你的竞选团队全程没有参与哦。来，再来，
第4层有一个律师叫林志群，马上跳出来的。5月4号傍晚，律师林志群跳出来骂国民党，国民党道德水准真是越来越没下限。但博洋啊，林志群在骂国民党的同时啊，自己亲口承认，这类回报系统基本上就是依靠大家的善意跟正直，自然不会对照片进行查核。回报民众要传什么照片上去，系统都不会打。他还拿谎报119做比喻，如果发生战争，这种人大概也是随便打119谎报灾情。博洋啊，119是谁负责的？台北市政府呀。林志群这个比喻哦，自己帮你挖了一个坑。他承认回报系统的查核工作是政府的责任，但目前事实是，网友 Wildcat Young 在做查核，郑克爽在做压力测试，林志群在骂造假者。有没有人在做那个要来选的当选政府的那个团队该做的事情呢？你要跟蒋万安抢这个位置，不是你该提出解决方案吗？结果你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你没有，好不好？来，善意吗？是不是？来，还没有哦。台湾其实也有专用那个弹弓在打绿鬣蜥的哦。可以啦，我有小行李箱，我没问题。我养啊，接着更杀了，有一个宠物沟通师出来了啊！沈博阳啊，沈博阳，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竟然有人出来抢风头啊！宠物沟通师啊，5月4号深夜 ，Threads 上面有一则贴文爆红。宠物沟通师表示，有64只老鼠愿意离开台北市，可能往新北移动。64只，干超精准呢。那其他几千几万只是什么样？有自己的生涯规划，要留下来读研究所吗？来，这一则天文，我上次看的时候7600个赞，现在已经更多了，502次转贴，8000次分享。趋势话题：北市鼠患。网凤沟通师有5万则贴文上新闻呐、各位，来64只啊，不是一些，不是大约，不是差强人意，是精准的64只。而且博洋啊，你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段没有？可能往新北移动啊。新北现在是谁的选区？第一个，现在是活啊做代机侯友谊的，然后是民进党你的战友苏巧慧，双北联防战友啊。朱大想要问你，你跟苏巧慧协调过吗？宠物沟通师把老鼠送到苏巧慧的选区去，你的竞选团队知道吗？你的竞选团队有没有取得巧慧的同意呀？你有没有取得曾昌的同意？干曾昌很凶的我这边再讲一个八卦，据说某一个光头的那个政治人物呢，曾经发生过记者在后面跟车，因为光头自己有一台车，他坐在上面，那他的机要在上面跟他过新闻、过资料、过报告，就记者后面那几台车跟着，忽然之间，光头那台车停了下来，走下来一个人，然后扬长绝尘而去。原来是机要秘书被干，然后他丢了下来。我不知道后面的记者有没有收容他，但总之，光头很凶的，博洋你自己要小心，好不好？来。朱大是为你好啊，这梗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它政治意涵很强烈啊。宠物沟通师的出现，代表民众已经完全放弃任何政治人物的承诺，不止放弃你，他也放弃蒋万安，他放弃台北市政府，他是连国民党、民进党全部都放弃了啊。当一个城市的市政议题变成这种可笑的宠物沟通师的地步，这个城市的市民其实已经给你答案了，他没有在嘲讽宠物沟通师啊，他们在嘲讽连宠物沟通师都比沈伯洋政策具体呀！哎呀呀，来，
后来郑克爽又出手啦，最近蓝营的战将其实比立委战力还要强，郑克爽又来啦，这个蓝营的粉砖又来啦。以前好像有人跟我讲过他背后是谁，但算了，不重要，我不认识。5月5号呢，郑克爽上传了一份数据，台北每年采购老鼠药150万元，对不对？老鼠药150万元，干绿营看到死，说妈这么多老鼠药真可恶！我儿子要是吃到怎么办？我猫、我家的狗、我家的飞鸟、我家的猪、我家的蛇，要是吃到了怎么办？哎，结果嘞，高雄每年采购老鼠药310到340万元呐、高雄是台北的2倍，高雄灭鼠周一周发了40万包老鼠药啊！而且郑克爽还预先反驳我预判你的预判，他说青鸟可能会说高雄面积比较大，但郑克爽预判你的预判，他说高雄60%到70%是山区，茂林、桃园、那马夏不需要用环境用药，没有人撒在森林地区喂老鼠药，老鼠在那边自然有蛇，自然有老鹰会治理。灭鼠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建成区，建成区的面积呢，其实没有那么大，所以啊，结果网友在讨论什么东西呢？网友说，高雄如果没有老鼠，买这么多老鼠药是怕老鼠肚子饿吗？是老鼠吃到饱是不是？等等，来，博洋啊，这套论证产业链是政治论述的教科书籍呀、主数据对比、预判对手反驳、预先拆解、补充辅助数据，用反问金句结尾。你的4个立委跟你那一大坨的竞选团队1个月做不出来呀、一个粉砖1天就做出来了，而且还没完，背后捅刀的还有许淑华啦。我看那个质询，我他妈就笑喷了。老鼠的命也是命，看有没有搞错？哎呦呦呦，阿弥陀佛，那不然是要怎么样呢？不然是要怎么样？而且啊，朱大为你好啊，绿营的环境部长彭启明5月4号还叫蒋万安公布投放老鼠药地点啊，是要怎么样让老鼠知道去哪里吃吗？高雄市民进党执政期间呢，每年买了2倍的老鼠药，单周发放40万包，这些地点有没有公布过嘞？你的议员忧心小朋友宠物误食怎么办？高雄市的小朋友宠物误食的风险比台北市高2倍啊，谁担心过？而且以人数来比，可能高更多倍啊！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双重标准是认知作战最早期、最低阶也最致命的破绽。这个道理，你们家黑熊学院入门课不就有教吗？但郑克爽的一个粉砖，把你的环境部长、你的议员、你的青鸟支持者3个层级的双重标准一张图打完，24小时之内啊，民间自救进化的6层。而博洋啊，博洋，你的竞选团队从第1层到第6层全部缺席呀，全部缺席呀，有没有搞错？你还停留在发表政策与想法，是在开玩笑是不是？来，朱大为你好，朱大要送你第3个建议，博洋啊，当一个城市的民间自救速度比你的竞选团队还快60倍的时候，你的竞选团队在干嘛？你想要带起这个议题，夹蒋万安，但你自己打不动啊，你自己团队扛不起来啊，而且中间还被阿扁收割。阿扁收割的速度有多快？他马上72小时之内收割，万安宝宝就照着抄作业。而且前几天我做了阿扁那一集，阿扁还海巡到我 Threads 底下留言呐、啊，嗨呀，是不是？你看阿扁的网络情搜做得多好，那博洋啊，博洋，你在干嘛嘞？来，下一章比这一章还要难，因为你的支持者做了一件事，
没有办法想象啊，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呢？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看我的博洋团队，有没有人在看我的台啦？但是他的头发真的很好笑，那怪我喽。来，所以你看，我背后就是那个老鼠药采购数据嘛，很明显呐、你被人家翻出来了，你他妈光是沈博阳的竞选就左打南山猛虎，打了徐巧慧，右打北海蛟龙，打了高雄陈其迈，干是命太多条是不是？来，还没有哦，对，我们要严肃以对。博洋啊，博洋的人生跟随着非常多的都市传说。我们接下来要提到这个都市传说了。什么都市传说呢？哎，我跟你讲，阿扁的求生意志多高啊！那我在那边讲说赖校长要小心，阿扁马上来我这边海巡，看到留言说我要成为赖校长最忠实的支持者，我要帮他助选。干，谢谢你哦，阿扁，你的生存意志真的很强，果然不愧是根生人学长。你待过的地方我也待过，果然前辈真正棒。来，我们今天讲一下我们的目标。如果通过今天的目标呢，我们就会详细分析解放军要如何借由拿下乖乖工厂，掌握绿色乖乖出货数量，进而夺下台湾所有高科技产业的命脉。各平台抖内都算，你想想一下，如果台湾没有了绿色乖乖，我们还能打吗？我们还能打仗吗？不行了呀！恐不恐怖？一下子我就提出来一个解放军没有想到、没有办法想象的恐惧的威胁，而且还不会被党抓去关。所以，请各位多多支持。我们的目标今天已经达到一半了，我们有10个人的抖内，我们再加10个。明天还是后天，我们就讲乖乖大作战，解放军如何透过解放乖乖工厂，我还查过，在桃园龙潭呐、直接空机降在那边夺下乖乖，全台湾的高科技厂就爆炸啦！哎，我们这样讲啊，博洋啊，上一章送了你3个建议，你的竞选团队速度比民间慢了60倍，喘口气喘完了没呀？朱大现在要进入第4个建议哦，你的支持者啊，博洋啊，朱大讲这一章之前，要先给你做一个心理建设。这一章朱大要讲的是，你听完之后呢，会觉得，哎呀，你的支持者做了一件你当年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呐、5月5号下午4点24分，PTT 八卦版有一个网友发了一篇问卦，标题是问卦 Threads 一堆人拍纱窗破洞的照片，说有鼠患呐、说有鼠患呐、不得了！谢谢咪尼伦说跟着人加油，赞！什么？郝威令说这几天看翠沈博阳说沿海的科棚会增加登陆台湾的难度，所以每位科农都是保家卫国的壮士，哇，不得了，多吃颗救国防，这脑袋太聪明了。我就说嘛，博洋就是聪明，我们不要，大家不要小看他。但是这个同一套以前也有人讲过啊，说什么风力发电那个风机呢，可以变成反登陆装，结果没想到台风一来就他妈爆炸了，干，那这怎么办？怪我喽。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 Tita 这边，谢谢 Kate 的抖内，谢谢 Gas 的抖内。这个有空大家无法送礼物啊，我们又被 Tita 限制了，不能怪我啊。Tita 每天都停权我的功能，然后各种各样的停权，就请大家见谅吧。现在应该可以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不要问。好，来157094说小小支持，好的，谢谢，我们已经达到13个了，马上就要到20个了。来，什么呢？哎，说他在里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
这些 threads 上面的照片呢，纱窗看起来大概至少5楼以上。老鼠什么时候会爬到5楼，然后咬纱窗进你屋子？他妈的，透过下水道不就可以了？他透过楼梯间不就可以了吗？第二，这老鼠是特工吗？叔叔该不会有开间谍学校吧？叔叔。第三个，这些人纱窗弄破是没钱换吗？有穷成这样吗？Bruce 汪飞进说：“朱大，昨天目标还差多少？我想补齐。昨天目标你这样一问，我有点忘记了，我猜两三千吗？2、3千吗之类的。但是说实话，我因为昨天没过，连目标都忘了。Bruce 汪飞进还记得昨天目标是什么吗？跟我讲一下。干，我最近每次都处理那个网络不顺的问题，有点分心。来，还没完。纱窗弄破了不给钱，没有钱换，到底是怎么了？来，我帮你算一下时序哦。5月4号早上，郑克爽传料理鼠王玩偶；5月4号中午，信义区、中正区灌迷因；5月4号8晚，林志群骂国民党道德没下线；5月4号晚上21:47，中央社报道 Wildcat Young。5月4号深夜，宠物沟通师出马。64只老鼠愿意移民往新北方向移动。5月5号全天，郑克爽公布高雄采购数据。5月5号下午4点24分，PTT 八卦版开始质疑纱窗破洞照片造假。从料理鼠王到造假质疑，时间也不过33小时而已。从你的竞选团队哦，昨天目标是习川会，是不是？好，你再补个3000应该就够了。我应该会改掉。对了，我就是直播分析习川会啊。好，我应该会改掉我后面的排程，然后就专做1、2集，因为习川会的时间也跟他之前公布不一样，他现在要待到2天1夜还是3天2夜了，我搞不清楚。ID 宝咖咖说抖一个上课费，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的道具担任阿鲁巴朱大，祈愿重宅一切平安健康。好，来，川习会、习川会，有，我来，你再抖个2、3千之类的吧，你准备一下来跟我讲就好了。哎，你也可以从那个微信或者什么地方抖，我都 OK 的。来，从博洋的竞选团队宣布，哦，今天的新闻出来，据说5月11号的新闻，据说马上就有提名沈博洋了，韩冰哥为矣啊，韩冰哥17号。来节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呀。对啊，3天2夜，5月13号晚上到5月15号，可以多吃一顿那个人民大会堂的饭。来，整整1个月啊，蜀黍的议题呢，走起飞、高潮、反驰的完整周期。博洋啊，朱大送你7个字：黑熊一出动，纱窗就破洞。你的竞选团队宣布人选。组成之后，纱窗就开始破洞啦！哇靠妈，纱窗特新是不是？你的竞选团队聚焦市政，纱窗继续破洞。你的竞选团队盘点50项可精进政策，纱窗破的更多啊！好了，不是望杯镜，谢谢，没问题。那我这个礼拜其他题目我就顺延，我来讲习川会。我应该会设法在。首尔会谈之后做1集，好不好？首尔会谈之后做1集，因为这个首尔会谈等于是 back to back 背靠背的做，那我就负责分析。你知道，对岸有些东西不方便讲，台湾这些有些东西不方便说，我就来全部讲清楚，好不好？来，没问题，不是双杯镜，我到时候配合你。来，我问你哦。纱窗黑熊一出动，纱窗就破洞。各位，你们家的纱窗上面啊，上次破洞是什么时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Angela CY55 说小小支持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到了18个人，抖内马上就要到目标了。来，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纱窗确实会破，但破的原因是台风，时间久呢，金属松脱，边边松掉，或者你家的猫从里面。里应外合有没有？从里面爬出去抓，
你看 L 小戴也笑得很开心，对不对？来，但是有一只老鼠，他妈爬到5楼以上，5楼以上去咬破纱窗，这个发生的几率是多少？IUCN 说这集好笑荒谬到我怀疑整集猪大在造谣。我跟你讲，我的 AI 也说干，我分辨不出来这些人是在反串还是认真在夸沈伯洋。他们还说他是莫扎特转世更好，阿弥陀佛，还有小孩戳破的，对，还有小孩戳破，干就他妈没见过一个老鼠千辛万苦爬到5楼去把你纱窗咬破。我问一下，我不是说老鼠不会爬到5楼，它爬得到，但我的意思说，它都能爬到5楼，它怎么不走下水道呢？它怎么不走电梯呢？他怎么不走楼梯这样啪嗒啪嗒爬，一定要走外面呢？对呀，有网友说怎么不爬101呢？哎，你不是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不对？我跟你人格保证，他妈他们有讲沈伯洋是莫扎特，网友就笑说干灵童转世。地瓜妹说+1想买乖乖，好，没问题，我们就明天就做乖乖专题，然后后续的川习会我们会再做南韩的首尔会谈之后的结果，好不好？坐电梯上去，不是他从外面现在可以啦。李智仁说现在可以用福利社买行动电源，你不用等人家回应，现在可以，我说可以就可以。你就直接到我现在置顶连结的佳美能就去买，然后如果你要买就买那个25000毫安培，我个人强力推荐，不知道3999还是4999的那个产品可以带上飞机，所以现在赶快买，干嘛要问就买，现在还来得及，礼拜4才会改价，你现在赶快买，因为酷泰科今年可能不只要涨一次价，请赶快下单。好。来，所以我要讲哦，网友 PTT 网友用3个常识问题把整个 Threads 纱窗破洞照片戳破。第一个，这些照片没拍到老鼠；第二个，这些照片只拍到破洞；第三个，这些照片看起来都在5楼以上。博洋啊，博洋，朱大相信你不知情，朱大相信这些不是你受益的，朱大也相信你的竞选团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但是博洋啊，朱大要提醒你啊，黑熊学院做的研究是什么？哦，好像大家记得哦，给来，行动电源是这个，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超级快充是插电用的，它本身不能厨电。我们上次有一个网友很认真买了一台，说干是不是坏了？为什么没办法厨电？他打电话，我竟然还接到。我刚好在办公室搬东西，我竟然还接到。我跟他讲说，哦，如果有事呢，就可以跟对方联络就好了。结果对方后来跟我抱怨，哎，他买错了。各位，这个才是行动电源，其他的东西叫快充，好不好？那好，来。博洋啊，你有教过你的支持者怎么分辨假新闻，对不对？怎么识破中共认知作战，怎么防范境外势力？然后现在你的支持者用了你教过他们的方法，拍一张纱窗破洞的照片，配一段我家昨晚被老鼠咬破纱窗的文字上传，没拍到老鼠，只拍到破洞。这个技术不是 PTT 网友教他们，这个技术是黑熊学院当初教大家境外势力怎么操作议题的时候，作为负面教材讲给大家听的啊。博洋啊，干人算真好说，老鼠虽然按不到电梯的按钮，但是会跟旁边人说5楼，谢谢。各位啊，你原来是负面教材，但是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你的支持者用你教他们的方法做你没有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你想要的是淡化仇恨值，你的支持者给你的是纱窗破洞潮啊。这个差距叫做指挥失灵啊！指挥失灵的候选人不适合当首都市长。但是博洋啊，事情还没完啊！我讲到黑熊一出动，纱窗就破洞，这是你的支持者看谁都像鼠患制造者。朱大现在要讲第二件事情，你自己看谁都像中共特务。来，朱大问一个问题：你们听过沈伯洋的蛋炒饭吗？
这个传奇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就在我的背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据说沈伯洋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个神秘的快乐天堂叫做立陶宛，后来 A 了台湾很多钱，最后又两面不讨好，老共也不给他好脸色，台湾也不被他欺负，结果很惨。但是我们的伯洋兄啊，在那边遇到很危险的事情，有人闯进他的房间，吃掉他2/3的炒饭，留下了一条纸条警告他。靠腰，这到底什么东西吗？你以为我在造谣是吗？我保证不是，这是伯尧的传奇立陶宛蛋炒饭。你在一个东欧波罗的海3小国里面，竟然可以买得到蛋炒饭，他妈的有多难？你知道有多难？然后他还说是妈老共弄他的。好的，我不管，我把这个故事讲完。2023年9月，博洋的蛋炒饭故事余烟展开。当年呢，博洋还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你去立陶宛参加了一个世台会召开的会议。9月7号晚上，第一个，这个是台湾召开的，你在一个反共的立陶宛国家。结果9月7号晚上，当你回到立陶宛投诉了旅馆房间的 FB 发文说，回到房间后，先是发现充手机的插头被拔起来，放在一旁的行李也有被动过的痕迹。今早吃完早餐回到房间准备要使用电脑时，发现电脑后面多了一个便当盒，打开发现里面是已经被吃过剩下约1/3的炒饭，但我确定并非自己吃过的东西。门附近多了一张看似从滑板设备上撕下来的贴纸，上面写着 warning。博洋简直是福尔摩斯在世啊！他妈一张贴纸掉在地上，他就可以认出来这是滑板设备上撕下来的，上面还写 warning 警告。博洋啊，你的 FB 贴文一出啊，你的同志立刻担忧了。时任立委林静怡说警告意味浓厚。王定宇问说在什么地方的饭店？这很不正常。然后旅馆调监视器，哎呦，没想到立陶宛还真的有卖中餐呐！嗨呀，老刘说吃个蛋炒饭那么吓人，你问沈伯洋啊，又不是我妈弄的。来，结果饭店调了监视器，监视器怎么说？监视器说啊，哎呦，监视器说没有人进过你的房间。博洋啊 ，PTT 网友怎么留言？他们好坏哦！他们说比较可能是沈伯洋自己买了炒饭吃意后妄想，对于在立陶宛的炒饭获取难易度比较有兴趣。博洋啊，朱大为你好，你选了立陶宛，选了炒饭这个品项，这个选择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知道吗？对岸啊，蛋炒饭中国网络文化里面是讽刺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死的政治符号啊。韩战期间，毛岸英在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做蛋炒饭，因为炊烟暴露目标被美军空袭身亡。中国民族主义者把蛋炒饭当作禁忌符号啊。中国网民的每年10月24号毛岸英生日和11月25号毛岸英的忌日，都会用蛋炒饭反抗审查。中共特务如果真的要吓唬一个台湾立委，或是台湾的即将成为立委的副教授呢，绝对不会选一个自嘲毛岸英之死的食物做给威胁符号。妈，上级不同意好不好？这就像如果有人要吓唬美国人，结果在他房间放一个自由女神火炬蛋糕，这不是威胁，这是致敬啊！对啊，王刚那个时候炒一个蛋炒饭就被 ban 就被出征了，好不好？来，但是我们要说，博洋啊，朱大为你好。沈伯洋的立陶宛蛋炒饭这个故事呢，逻辑上从第一秒就不成立。
但你当时反应什么？发 FB 报警，让你的同志林静怡、王定宇出来帮你紧张，让蛋炒饭成为 PTT 2年都还在嘲讽的迷因，这就是阁下妄想史第1章。还没完，机车针孔等于行车记录器。2024年10月，博洋向大安警分局报案，称住家门口有一辆可疑机车，外观正常，螺丝实则装了针孔摄影机，电池藏在坐垫下。他马上拍下了车牌报警，结果警方调查结果呢，查无不法情事，机车随后消失。干，这随后消失听起来好像很可怕，有犯罪迷因吗？人家骑走了，好不好？结果呢？2025年8月31日，2025年8月31日，你上郑弘仪的政论节目自曝这件事。哦，有人嘛，用针孔监视我，好可怕哦！结果蓝白网友嘲讽你被害妄想，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行车记录器吗？精神科医师受访说，通常是被害妄想症前奏。陈辉文说什么？陈辉文说，犯罪学博士啊，竟然没有尝试。你深夜在脸书泼图反击，自己反问自己说，专门记录斜后方的行车记录器。博洋啊，朱大为你好，你这句反问呢？逻辑上有2个问题：第一，行车记录器确实会拍斜后方，台湾的机车行车记录器很多就是装在坐垫下面，就是那个排气管上面啊，左边这个地方往斜后方拍，目的是记录后方来车，以便发生追撞时提供证据。这是普通配备，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的常识不够。第二个，接着你列下来一大堆清单，说我被偷录音、被冒名、旅馆被闯入、汽车被放东西、被登录装置、遇到针孔、家人被威胁、被中国惩戒5次。哎呀，博洋啊，这一串清单呢，你以为是在强化你的论点，但实际的效果是这串清单越长，你越像被害妄想症。为什么？因为正常的政治人物不会同时遭遇这么多种类型的迫害。的确，你有被中国惩戒，这是政治事件，有官方公告。但旅馆被闯入，吃掉不对，是留给你1/3蛋炒饭，监视器还没拍到人，然后汽车被放东西也没有证据，遇到针孔的警方查无不法，这些没有一个有可验证的客观证据，只有你的主观陈述。你把有官方记录的中国制裁跟没有客观经验的个人经验混在同一个清单里面，这个操作呢，一番操作猛如虎啊，近看是个250啊，他反而把中国制裁的严重性给稀释掉了。朱大为你好啊，这是你的妄想史第2章，可不可以不要再妄想了，好不好？拜托你，拜托好吗？来，结果我妈忘了把自己放回来，干，干放错，不好意思哦，沈博阳太迷人了，迷人到我忘了放张图，空讲那么多。来，现在是刚刚是真的被停权，现在应该又可以送了，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来，我们要讲博洋啊，你看完这2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通点？博洋的支持者看谁都像鼠患制造者，纱窗破洞就老鼠咬的。你自己嘞，看谁都像中共特务。蛋炒饭、机车针孔、博洋啊，这是同一个现象2面。朱大要送你第4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希望你啊好好做人，不是希望你呢不要把所有日常的异常啊都归因于敌对势力，尤其是监视器也拍不到，你搞不好遇到鬼了好吗？
纱窗破了啊，一定是老鼠咬的，不是金属松脱，不是被猫抓的。炒饭出现是中共特务送的，不是旅馆员工进错房。他妈中共特务到底又为什么送你1/3的蛋炒饭呢？机车停太久是针孔监视，不是行车记录器。这个症状有个名字，叫做黑熊学院第一课。一切的异常都是敌方渗透的证据，匪谍就在你身边。朱大为你好啊！这个第一课呢，你教大家的，现在这一课正在反噬你啊，博洋。你选台北市长会面对200多万个台北市民，每天遇到的事情呢，是纱窗破了、水管漏了、路灯不亮、垃圾没收、喉咙都坏掉、路上有大便。每一个日常异常，你会怎么解读？如果你把每一个都解读成中共认知作战，你会变成台北市民的笑话。如果你停止这样解读，你会背叛你的黑熊学院的核心论述啊！朱大为你好啊！哦，那个不能说国家好像就是立陶宛。好，来这个两难呢？你的竞选团队到现在没有为你解决，没有给你答案。来，我讲完这个建议，再给你喘口气。后面我要讲你跟青鸟的关系啊，博洋啊，深呼吸，深呼吸呀、博洋。来，我们看看啊，你接下来还做了什么？对呀、看到没有？被监控清单，你看我背后写的这么完整。算了，我就不要多讲了。来，博洋啊，博洋。哎，先讲啊，妈，这个东西是示意图啊，沈博阳的这个母上过世的，这个我知道的，但是 ChatGPT 就给我生了一个这样的图片，这个做出来的也请大家见谅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做一个示意图，示意图，好不好？因为他实际上是跟女儿跟老婆一起做蛋糕啦，不是做母亲节做给妈妈吃，不是。来。博洋啊，朱大上一章送了你第4个建议，你跟你的支持者共同患有把日常异常归因于敌对势力的症状。深呼吸完了没有？朱大现在要进入第5个建议，你跟青鸟的关系呀、博洋啊，朱大要带大家先回到2024年5月。2024年5月，因为国会职权修法争议，台湾公民团体发起的青鸟行动，大量民众包围立法院，举着青鸟图案的标语。因为是在青岛东示威，结果因为青鸟们的中文能力不好，所以就把青岛搞成青鸟了。所以好啦，没关系，这个我们也不追究了。那大量的民众包围立法院，举着青鸟图案的标语，形成台湾近年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当时抗议论述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谁呢？博洋啊，就是你呀、你在青鸟运动里面是什么地位？聊天室一定有人记得啊，有没有？你是被青鸟群体尊称为青鸟尊者。你的黑熊学院、你的认知作战论述、你的中共对台统战研究，都把你整个青鸟都把你当作精神导师。阿弥陀佛。那时候你跟青鸟的关系叫什么？叫共生。你给青鸟论述武器，青鸟给你声量基本盘，你出书，青鸟买书，你开课，青鸟报名，你选不分区立委，青鸟支持，让你第2名。清德也给你赞，但是2024年5月到2025年年底，整整1年半，青鸟这个词跟沈博阳这个名字是绑在一起的。可是到了2026年5月，事情开始变啦。你各位可以去打开 Threads，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沈博阳跟青鸟越离越远啦！来，离，远。为什么？因为你的竞选团队说了一句话，叫淡化仇恨值。
这几个字看起来很普通，但你听听看朱大怎么翻译给你，淡化，把你身上的某个淡掉，淡化，仇恨值，你身上哪个东西让人仇恨？就是青鸟啊，拔掉哦，拔掉，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逻辑？你的竞选团队不是说淡化抗中色彩，不是说淡化激进形象，不是说淡化大罢免印象，你的竞选团队用的词是淡化仇恨值啊。这个词的精准翻译就是淡化让台北市中间选民讨厌你的那个元素，而那个元素的名字叫做青鸟。所以你做了什么？所以2026年5月初啊，博洋啊，你在 Threads 上面亲自下场回应了一则网络贴文，这则贴文质疑你跟青鸟的关系，而且这次博洋啊嘲讽你的不只是反对阵营，还包含了你自己的同温层。我帮你整理一下，第一种嘲讽来自反对阵营，说笑死，用完即丢，青鸟变成弃鸟了。当初靠青鸟蹭声量赚政治红利，现在当大立委了。就嫌人家极端，开始切割了。这过河拆桥的技术呢，当真是炉火纯青。青鸟们醒醒吧，你只是人家往上爬的垫脚石，人家现在要走中间路线了，谁还理你们？博洋啊，这种嘲讽你应该已经习惯了，蓝白网友本来就会这样酸你。但是博洋啊，第二种嘲讽比第一种狠10倍啊。第二种嘲讽来自你自己的同温层，原来我们只是阶段性任务啊，现在用不着了啊，可以丢了，是不是？省大委员呢，现在高高在上呢，身份不同呢，身份不同了就不要我们了，是不是？当然要跟我们这些底层青鸟划清界限，选前青鸟，选后鸽鸟，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台派精英。各位啊，你不知道青鸟为什么叫青鸟？是因为他们把青岛东路不会写看成青鸟东路啊，所以才出现这个绰号啊。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你这样子太伤青鸟的心了啊！人家说你把我们当做阶段性任务，人家说你现在高高在上，身份地位不同了。人家说你选前青鸟，选后鸽鸟，这是政治判决。来，这3句话看不出来有国民党网友讲的，是你自己同温层讲的。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反对阵营骂你不痛，因为那是预期内，同温层骂你才致命，因为那是基本盘的崩落。而且博洋啊，这还没完呢。最毒的是你亲自下场吵架这件事情。一个立委，一个黑熊学院创办人，一个国安大师，一个认知作战专家，一个被绿营推为台北市长候选人的人，这个人花时间在 Threads 上面跟匿名网友吵架，这画面对不对？朱大卫你好啊，这个画面对任何政治人物都是灾难啊。当代的数位政治公关有一条铁律，位阶越高越不能亲自下场跟匿名网友比战。但阿扁例外，因为阿扁是更生人，阿扁现在的保外就医，他越是跟人家吵，他越红。但是别忘了，校长不开心哦，好不好？校长不开心了。来，政治人物的时间有价值，论述有重量。当你跟一个 ID 叫什么什么什么 fan 2025的匿名账号吵架时，你已经把自己降到他层级，而且更惨是，你还吵输了。网友把你在 Threads 上面的回应截图做成沈博洋自相矛盾图，在各大群组疯传啊。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自然是很伤的，好吗？为什么伤？是因为你是抗中导师啊，在 Threads 上面吵架吵输，最后被延上，这公关危机处理能力也是绝了啊，也是绝了，好吗？你从抗中导师学术经验形象瞬间被拉低为一个在网络上跟跟酸民争论不休、进退失据的普通网民。朱大为你好啊，朱大要找你，
劝告你，给你第5个建议，博洋啊，你的 Threads 账号呢，最好找一个发言人代管。沈博洋那时候讲的更夸张，我跟你讲，他直接在那一则贴文上留言说：“很多青鸟留言说我不是青鸟，也不是民进党员，我们只是一群热爱台湾的叉叉叉。”沈博洋回复说：“因为这是事实，讲数据就好。你会发现青鸟价值观跟一般民进党支持的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啊。”他还说青鸟行动现场做过问卷，民进党支持的比例并不高。你看这个可歌可泣歌的多厉害，妈的，真是经典呐！吵输了哦。因为你不是陈水扁好吗？你亲自下场一次就送对手一次礼物，你亲自下场吵赢一次，杀伤力10分；你亲自下场吵输一次，杀伤力是10000分呐、而且博洋啊，你自己跟青鸟的关系，你要下一个决定嘛。选项1继续泡青鸟啊，代价是台北市的中间选民绝对不会投你，绝对不会投你。43%的苏贞昌门槛变成天花板，阿扁都来我这个在这底下洗了，干青鸟赶快听阿扁号令，赶快来洗我啊！妈，你以为我在怕你是不是？没有在怕的，随便你来。第2呢，你就只能彻底切割青鸟，代价是青鸟反扑，基本盘崩落，开票之夜你会输更惨。选项3就骑墙啊，代价是两边都讨厌你，蓝玉白童文成加起来骂你，博洋啊，朱大为你好，这3个选项你都会输啊，只是输多输少而已。但是朱大要告诉你一件事啊，你这件事情切割的不只是青鸟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2026年5月9日。博洋跟在母亲节前一天，在 YouTube 频道上公布了一支跟妻子女儿一起做母亲节蛋糕的温馨影片。他老婆 Cindy 出镜接受访问说：“他是我的好队友。” Cindy 说：“沈博洋过去时间充裕时，天天亲送女儿上大学，很珍惜跟孩子相处的时光。”他也说，沈博洋有一个感人的坚持，每天晚上都要洗碗，即使行程结束。回家是晚间10点11点，也坚持由他负责洗碗。博洋自己在影片里说，从政之后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少很多，今年预约的各种事情也是一个一个的取消。马吉这个好像是他女儿，挤鲜奶油比爸爸还厉害，看来我的战斗陀螺手需要伸展一下。他女儿是有在玩战斗陀螺，还是你在学阿扁？来，好。博洋说：“我平常会主动对家人说‘我爱你’。收养女儿前，曾阅读许多育儿相关文献，希望孩子从小知道，父母永远是他的避风港。母亲节不只是一天，母亲节是365天，母亲都非常辛苦。现在社会不应该把育儿责任全放在母亲身上。”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博洋什么难得朱大？观看人数超过历史歌吹起胜利号角，我才没有看到没有？各位，拍妈校长马屁，拍博洋马屁有用啊！我们才不要刚正不阿，我们要为博洋好啊！而且嘛，观看人数又怎么样子？博洋还没完哦！我跟你讲，博洋是不是不会买洗碗机？一个大立委说他妈最棒，在家里做最重要的家事是洗碗。哦，各位，各位呀，干净哎！你买了洗碗机之后，把碗丢进去，你可以抱老婆抱小孩啊。结果你偏不要，妈的，我们也当过爸爸哎，你偏不要，你要说我就是要洗碗，我就要在那边呼溜呼溜呼溜的洗，然后还洗出叮叮叮叮的声音，搞不好家里小孩都睡觉被你吵起来。哎，别说了。对啦 ，C 碰逆说老朱现在太烂了，连历史哥都可以把老朱比下去，干我就烂，怎么样？我就烂，我跟真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相信校长。讲到这里，不禁在对校长行最敬礼。来，我没有要嘲讽你陪女儿，没有要嘲讽你洗碗，没有要嘲讽你做蛋糕，没有要嘲讽你阅读育儿文献，这些事情都好事啊，好事啦，好事，好不好？来，哎，干 ，You know， 说卖个充电宝台子跟傻子一样，干你娘嘞！你去给我查，全世界的锂电池芯是不是都涨价？我做之前我还特别做过功课，固泰科今年可能不只会涨一次价而已。你他妈白痴！刚果有输禁令，知不知道？你的锂电池里面有战略物资，知不知道？我们的氮化镓的插头里面也有战略物资，知不知道？懂啊！妈的，你真的就是会涨价，不如先买。妈智障干 ，You know， 很久没被人家骂过干你娘了，对不对？妈的，我才不靠这种东西催货，是我特别跟对方讲说，拜托你让我给我的网友一点时间多买，他不买我也不管啊，我又没差。但是他买了，他就不会等到2个月、3个月之后，发现干还涨价，东涨价西涨价。你自己去查，是你不懂。你以为我做这种国际趋势跟兵棋推演的东西，不会看到锂电池的能源危机吗？接下来今年锂电池连新能源车都要涨价了，因为电池价格涨，你自己去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卖的固泰科还是小米底下的产业，是真的好东西啊！但我不是要跟你炒这个，我只是告诉你，我不是塑造什么涨价恐惧，是他真要恐惧，不然接下来就多付15%，我没差，我卖出去也是一样。我现在我的趴数是固定趴数的，你买到贵15%的东西，我赚比较多同样，既然你讲到这个。请注意哦，那个鸭脚木蜂蜜接下来不能保证还有货，因为下一次鸭脚木蜂蜜是冬蜜，要到年底了。你这一波赶快买，我就帮你多留1倍，好不好？先讲。对，我跟你讲，东北街黑丝交流协会，你知道，干我们的网友也不是那么好处理的，我不先讲。我没有保价，你们1个礼拜买之后跟我说上礼拜不是这个价，我要怎么办？我要先讲啊！好，等等，来，我们要拉回来。我要说这个博洋不对劲儿的地方呢，是这支影片的时机嘛？4月2号赖清德电话争取你参选台北市长，4月25号你剪短卷发跟蒋万安同框，5月初你的选举团队定到要淡化仇恨值，重塑人设。多谈不是少谈统独，多说市政。好，我知道윤老，我没有骂，没，继续。但你也不能买啊，你也不在我这边，对不对？5月4号，博洋的市政旗手是老鼠，全面崩盘。5月5号 ，PTT 直营纱窗破洞照片造假。5月9号，妈沈博洋就忽然跑去做蛋糕啦。博洋啊，时机点完美，但是太做作啦。太完美，你100%照着剧本亲自示范了一遍啊。O'Brien Verify 说，自从看了讲800那一集之后，就觉得还蛮好看。本台就是乐子人，妈，我们就是想办法把一些严肃的东西包装到你看了会笑。所以我们要建议博洋啊，博洋你5月初要定调重塑人设，5月9号就全家做蛋糕，洗碗好队友。爸爸办++9，365天感谢母亲收养女儿前读育儿文献，这不是巧合，这行销脚本呐、这行销脚本呐、妈，你不要做到100%照脚本，太不自在了。PTT 八卦怎么留言说妈干你做菜哦？怎么样？他头发是不是躲了？头发是不是躲了老鼠？料理鼠王真人版在操纵了你在妈做蛋糕，不然怎么忽然开始做菜啦？怎么开始做蛋糕了？要做什么菜？清真第5纵队吗？红烧贡碟、麻婆台商吗？之前你又说没时间陪家人，然后呢，他什么东西都会做，
资讯站专家啦，音乐导聆人就是吗？他要负责介绍你怎么听这个东西。莫扎特灵童转世啊，料理鼠王，下一个人设会不会变成米其林3星主厨啊？博洋啊，地瓜妹说是699那颗行动电源没有哦，我说可以带上机的25000毫安培那一颗是大概4999还是3999？699那颗不便宜，你再上去看。沈博阳根本不是6边形战士，他妈他是一个多边形，简直变成圆形战士，好不好？他什么都会耶。你接下来要变米其林3星主厨，是不是？像网友问说，那如果沈博阳选上，要怎么去双城论坛？所以他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我选上了，我就开无限城论坛，他要去找鬼杀队一起去无限城呐、啊。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不对？他妈是真的。他如果没讲要开无限城论坛，我就当场转头把我家桌子全部吃下去。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跟你讲，对岸网友会想说：“干不会吧？妈，朱璇疯了！你们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怎么可能说无限城论坛？他妈，他就是讲无限城论坛呐！他以为自己是炭治郎啊，再不然都以为自己是……哎，干，我忘了鬼的首领叫什么名字？鬼无产，业务无产，是不是？对，他真的讲无限城论坛，你他妈我的 AI 都在怀疑说，干你是不是输入错了？这是鬼灭之刃的东西，哎，怎么会跟台北市市长有关？无产嘛，对不对？那以后就叫他沈无产好了，好不好？来，然后网友还说他怎么人设比翻书还快，发型里的老鼠功不可没。你应该去找那个雅芳啊，雅芳的那个第2代有没有在拍《料理鼠王》啊？烟酒长料理鼠王，你去找他合拍嘛。哦，对啦，辉券说那是20号行动电源3199元，诶，你要买那个最划算。那如果有些东西缺货，别担心，你用现在的价格买，5月底到货的时候会用现在的价格卖给你，所以赶快下单。好，来，朱大卫你好，朱大要点出最毒的一条留言呐、啊，他说讲白一点，就是人设崩坏啊。之前沈博阳说没时间陪家人呐、啊，你看这条留言的杀伤力在哪里？在你过去3年的时候，都说没时间陪家人，我把我的命、我的时间、我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通通都送给台湾了，这是你的政治资产。你过去3年把没时间陪家人包装成什么？包装成为了守护台湾，牺牲家庭时间。2025年7月，凯道大罢免晚会时说的，今年6月初是我最后见母亲一面。我答应要带母亲去吃大餐，但是同一天，中国媒体铺天盖地攻击我，我则不断回应，不断战斗，所以只带母亲吃了路边早餐店的薯条，那是我跟她的最后一餐。我心有所爱，不能让台湾被卖。这话很有力道，很感人。我为了台湾牺牲了陪母亲吃饭的时间。然后现在2026年5月9号，你发了一支说，我其实有时间陪女儿做蛋糕，每天洗碗、办家家酒的影片。博洋啊，这个2个版本的沈博洋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你过去3年没时间陪家人是表演，对不对？如果不是同一个人，那你现在好队友爸爸是表演哦，到底哪一个是表演？2种可能都会伤害你啊。朱大为你好，朱大要送你一个建议。这支母亲节影片应该在你淡化仇恨值工程启动之前发，提早3个月、提早半年都可以说沈博洋一直都这样，只是大家不知道。可是你偏偏要挑母亲节，你偏偏知道校长5月中要提名你，这不是很假吗？但是在5月初竞选团队定调要重新改造人设之后9天发，这就是教科书等级的人设工程证据，而你的竞选团队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时间的问题。
朱大为你好。朱大下一个段落要告诉你，你的同志的吹捧是你选台北市长最大的敌人呐、而且你的竞选团队应该在幕后操作这个剧本，结果你亲自给他来了一个示范呐、这到底要干嘛？到底要干嘛啦？你看看我身后的这一张图有没有很夸张啊？获得啪啪说老朱多搞点切片放路斗跟 B 站，这样吸粉比较快。好啦好啦，你们切片帮我放 B 站啊，路斗我还没有，路斗我有，但是我怕一直贴政治话题，妈被禁啊。所以你看博洋是不是很厉害？博洋创意四射，他简直妈现代神童啊！哎，就是政治圈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没有人乖乖的一个一个照标准做，这很荒谬，你知道吗？来，我上一章送给你5个建议啊，在此要找发言人代管，喘口气完了没？不要乱改人设，喘口气了没？我现在进入第6个建议，你的国会战机啊，博洋朱大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啊，32:0是什么东西？4个字听到了，我相信你会抖一下，因为这是你在立法院的标志战机。什么标志呢？你千弄万弄，弄到赖清德被你拉过去，说要吗？32:0大罢免。哎，你的提案完败，你还拖累了我们的赖清德，这几个字我听到你一定抖一下的嘛，因为搞了半天，结果你不行啊。哎，来，博洋啊，我先讲一句话啦。哎，各位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让我们的按赞多一点，可以推出去，让大家笑一笑。来，朱大先讲一句话：32:0这个数字呢，朱大其实不在意，因为那个时候我他妈在北监，干你们讲他妈天花乱坠的时候，我在那边看啊，随便啊，你尽量罢免，我没差。哎，我当时我站到反罢免那一边，又被他妈搞了。哎，我跟你讲，最鸡巴就是我被关进，我进北监之后3个月。那《镜周刊》还出了一篇报道，说反对大罢免最大的网络意见领袖有3个人，第一个叫做郭正亮，第二个叫做蔡正元，第3个是谁？猜猜看是谁？是我哎、妈，我已经进北监3个月了，然后嘛，《镜周刊》还写我是妈超级罢免网红，干了不起，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哎，那个微信最后再贴啦，微信拿红钱我们要低调一点，好不好？所以你看，幸好我那时候不在啊，不然我已经变成3大扣了、啊，妈还被杂志报道，直接把我列出来，哎，你娘嘞！我都在北监每天坐牢，每天妈早上4点半起床做运动，然后9点半就睡觉了，我还在北监控制一切，你妈的嘞，干！来，我不太在乎啦，因为国会就是民主机制嘛，提案被否决或是罢免被否决常态，你硬干硬搞罢免挂了，那就算了嘛。我真正在意的是32:0之后你的反应啊，我们的思纲啊，我们的思纲。哎，这不是我讲话越好笑，你知道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妈哭笑不得。我还有狱友问我说：“哎，我怎么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操纵外面的大罢免？”我说：“你娘的，我也不知道啊！妈，人在家中坐，人在监狱中，祸从天上来啊！幸好我那时候被关在里面啊，不然又不知道在怎么样子又被栽赃，干你搞死我了！来，你以为我妈是什么力王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家啦，看屁嘞！来，张世刚的评论是什么？思刚说：“32:0都教不会谦卑的人，剪了头发打打球，聊聊古典乐，就会谦卑了吗？”博洋啊，
朱大要把这句话拆给你看。施刚虽然放话说要请大家吃饭，但是1毛钱都没有付，施刚我就原谅他了，随便，反正当天跟我吃饭的人还有更夸张的，我就不多讲了。来，张施刚这句话呢，有3个层次。第一个，32-0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吧？你还拖累了校长，拖累了柯建铭，导致老柯不能再当总召了。第二个呢，教不会谦卑，这是评论，不是事实啊。意思是说，你已经输了32-0之后，一个人都没有罢免掉，你连叶元之都没有罢免掉，你像样吗？你没有展现谦卑，没有反省，没有重新理解国会的权力结构。第3，剪了头发打打球聊聊古典乐就会了吗？这是反问啊，意思是，你现在用形象包装来掩盖你的表现问题吗？博洋、朱大为了你好啊，张施刚也是为了你好，你最多只是不要跟他去吃金蓬莱啊，不然你吃金蓬莱嘛，到时候又被张施刚撂了一整桌。张施刚当年还指定一定要点这个最贵的6888的北海道青葱乌参海胆煨面，他妈他点的结果我付钱。干老柯血一战流干呐、你看是不是？你看评论你没办法反驳嘛，因为32-0大罢免失败，对，还打包带回去啊。金鹏呢还在呢，他好像又涨价，但是我不管，这个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很穷，他妈连去吃金鹏来都没钱了。不要说来，你反驳的方式只能是展示谦卑，越谦卑越好。而你越急着反驳，就越不谦卑。反问的地方，你完全没办法反驳嘛，因为任何回应就是变成，你看他在意这个，你有没有发现，施刚啊用一句话把沈伯洋的3条退路全部封死，而且最毒的，施刚呢不是专业政论名嘴，不是民调专家，不是学者，张施刚就一个蓝营市议员。一个当初想要选吴思瑶那一个位置的蓝营市议员，结果后来大罢免嘛，缩了，没办法。一个蓝营市议员把一个被绿营推为首都市长候选人的国安大师打到哑口无言啊！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这就是你被外界检视的真实样貌啊！博洋的回应是什么？你各位可以自己去查，博洋4月25号剪头发跟蒋万安同框那一天接受采访时，3次强调谦卑谦卑。博洋啊，这就是施刚反问的命中点。他同一天受访3次强调谦卑谦卑。朱大想问你，一个人为什么一天要3次强调谦卑？自然就是因为不谦卑嘛，因为他担心别人不觉得他谦卑，而担心别人不觉得自己谦卑这件事，就是不谦虚、不谦卑的证明。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你强调的那一天，刚好是你剪头发跟蒋万安同框那一天，那些人那一天底下人怎么吹捧？说蒋万安不敢直视，蒋万安没有办法面对，蒋万安没有办法回应。你妈，你沈伯洋剪个头发，我蒋万安为什么要一直看着你？干我跟你谈恋爱是吧？错了吧？来，剪头发等于形象工程啊，3次强调谦虚也是形象工程，跟蒋万安同框也是形象工程。一天同时间发生3次的事情，全都是形象工程。施刚12个字一次打完，博洋啊，你的输不在32-0，是输在32-0之后的处理方式啊。朱大要送你第6个建议，博洋啊，我是为你好啊，你不能再强调谦卑呀。你越强调，越证明你不谦卑啊！你应该做什么？是做出一件具体的事啊！
让选民自己感受到谦卑。譬如说，公开承认罢免有所不足，公开承认你之后切割青鸟是你不对，公开那青鸟女神的长死啊！我不要再多批评，来，自己对国会运作不了解，但是博洋尴尬就尴尬在这3件事情你都做不到啊！为什么？博洋，你的人设是国安大师、认知作战专家、黑熊学院创办人，这个人设的核心是比别人更懂、比别人更专业、比别人看得更远，而承认自己准备不足、承认自己需要请教、承认自己还在学习，是3件事，直接打碎你的人设。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啊，你的人设跟你的政治需求是矛盾的啊。你的人设要求你博学深刻看得远，你的政治需求要求你谦虚谦卑放低身段。对，没错，根据消息透露，后天沈伯洋就正式变成台北市长参选人。这2件事情又要谦卑，又要博学，又要深刻，又要看得远，这2件事情不能同时做到。朱大真的不忍心讲，但是朱大是为你好。这个矛盾呢，是绿营征召你的时候应该要先想清楚的，但他们没有想清楚啊。来，下一章啊，朱大要讲你的特长啊，博洋啊，要深呼吸呀。说到这个深呼吸呢，我要问一下浩克，那个什么东西，17号能来接待寒冰哥吗？好，问了就好。来，朱大给了你第6个建议，不能再强调谦卑、谦虚了。深呼吸完了没？深呼吸完了。我现在要进入第7个建议，你的特长。博洋啊，朱大要先送你一个荣誉称号啊。朱大个人觉得，你大概是过去10年来特长最多的台湾立委啊，大概只有坚哥能比得上你的。来，聊天室的各位听一下哦，沈伯洋的特长包含但不限于都市规划、公共政策、环境心理学、犯罪学、法律社会学、白领犯罪、刑事政治、认知作战、资讯战、全民防卫、动漫、古典乐、桌球、皮克球、篮球。博洋啊，随便一列就15项专长啊。朱大是为你好，这是你的竞选团队跟绿营派系过去1个月陆陆续续放出来的沈伯洋多元建构能力的清单呐。看有没有搞错？博洋啊，朱大要跟你讲啊。你看网友说这个头衔跟《冰与火之歌》的龙母有拼呐。这15项特长有个共同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15项特长加起来没有1项是台北市政啊！妈的，我是台北市长是要选一个穿越者，是不是？我要找那个山上雾哦，我要找那个史莱姆吗？穿越成为史莱姆又怎么样？没有你没有一个专长是捷运路线规划，没有1项是都市更新，没有1项是地方财政，没有1项是警消改革，没有1项是教育运作，没有1项是卫生局运作，没有1项是环保局运作，没有1项是公务员制度。博洋啊，你的15项特长，每1项都是学者层级的特长，没有1个是市政层级的特长。所以好无聊，说的没错，我刚讲它不是多边形战士，他妈简直是一个圆形战士啊，360度无死角啊！但问题是一点屁用都没有啊！你这15项特长，每1项都被你的支持者吹得太夸张，然后被网友嘲讽的不行，我每天看到都想笑啊！我们从音乐开始讲起，你们听过莫扎特转世灵童这几个字吗？正好是7个字，对不对？
这7个字不是朱大编的，是你的同志陈培宇讲的啊。他说什么？他不是 exactly 讲说他转世灵童，但他吹到一个很扯。陈培瑜说，2026年4月，夸你说，哎呦，不要小看我们沈伯洋，他能长时间导聆巴哈、莫扎特等作曲家，显示其深厚底蕴。然后社群上就开始流传了，沈伯洋是一个莫扎特转世灵童啊。博洋啊，这个称号被你的竞选团队默认，被你的支持者转发，被你的同温层当作正面评价。但是 PTT 八卦版乡民怎么回应？博洋大概是转世到一个只有嘴炮不用练琴的世界吧。博洋，朱大卫你好啊！这句 PTT 回忆精准的莫扎特转世灵童这个吹捧的本质扯烂了。莫扎特4岁作曲，6岁弹大键琴，8岁创作交响曲，这叫天才。你嘞？你会导聆巴哈、莫扎特？我也会啊。导聆跟作曲跟弹琴是2回事吧？导聆是什么？妈，导聆到底跟导聆有什么关系啊？跟豆浆有什么关系啊？导聆是介绍音乐给别人听，作曲是自己创造音乐哦。你的支持者用导聆能力推出，哇靠，莫扎特转世灵童，这就是用导聆级别的事实包装成作曲级别的天赋。PTT 乡民的一句话戳破，只有嘴炮不用练琴的世界。博洋啊，这就是你被网友抓到的第一个吹捧破绽。接下来呢是球类运动，陈培瑜还夸你省的体育神经相当发达。不仅桌球实力惊人，甚至连匹克球也难不倒他。这仨小，桌球实力惊人，匹克球也难不倒他。你要不要说躲避球算了？来，各位，你知道匹克球是什么吗？匹克球是一个类似网球，但球场更小，对着墙壁打的那个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球速更慢，适合所有年龄层的运动。它的特色就是容易上手啊，容易上手，你知道哦？什么叫容易上手？就是好玩呐、那好玩好吧，但是好玩没有说很了不起哎。来，它不是职业运动哦。来，它适合所有年龄层啊，容易上手。陈培瑜夸你匹克球也难不倒你，这就像是夸一个人跳绳也难不倒他，他也会跳绳，对吗？你看。沈伯洋被夸这种程度，就不要说什么6边形战士、8边形、10边形，干他就是圆形战士了，好不好？来，桌球实力惊人是什么？博洋啊，你的竞选团队有没有想过，蒋万安如果接受采访说我桌球实力惊人，会被嘲讽吗？不会，因为蒋万安不会这样自吹。我跟你讲，我都帮你想好了。你说你桌球实力惊人，你去跟李阳，你去跟我们的体育部部长打，开心吧？打，来，只有你的同志这样吹你啊，我都没办法想象你他妈到底人际关系有多坏，要你的朋友这样捧杀。接下来还没完，外貌比喻来了，博洋啊，朱大整理了一下，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到底被比喻成像多少明星？吓死人了！你各位看看，我都不知道你家人可能都认不得你了。来，我们把它念一下啊，博洋啊，朱大整理的过去被比喻过的明星：绿营张孝全、绿营裴勇俊、绿营木村拓哉、台北车太铉、小泉进次郎。张孝全是影帝，裴勇俊是韩俊王子，木村拓哉是日本国民男神，台北车太铉是韩国金钟奖影帝啊。小泉进次郎，好，随便来。绿营过去1年哦，至少拿过5个男明星的角色来搭配你的美貌，好吧？我们用美貌，不会太过分吧？来，美貌。而这5个明星哦，说老实话，
每一个都比你帅，而且帅很多，好吗？朱大卫你好，这是你被同温层吹捧的真实逻辑，用一连串比你帅，而且大家都认识的人证明你帅。这策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台北市民也都认识张孝全、裴勇俊、木村拓哉、车太铉啦。当绿营侧翼说沈伯洋像张孝全的时候，台北市民会把张孝全跟你并排，然后看出差距来。网友真的很贱呢。网友说啊，人家是欧巴，但是你是西巴。哎，你这样会被人家告哦。好，来，云侧翼说沈伯洋像木村拓哉的时候，台北市民会把木村拓哉跟你并排，然后看出更大的差距。当绿营侧翼说沈伯洋像车太铉的时候，台北市民会搜寻车太铉，然后笑出来。朱大卫你好啊，这就是同温层吹捧的反效应，懂吗？同温层吹捧就会出问题的，而且妈这么扯干什么呢？有没有必要这样搞？没有必要吧？哦，朱大为了你好，这就是同温层吹捧的反噬效应啊！每一个吹捧都会引发观众对比，而每一次的对比都是伤害。接下来，我不知道青鸟尊者，我已经搞不清楚，因为全世界都笑他，全宇宙都在笑沈伯洋，导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都他妈搞不清楚青鸟尊者到底是自封被尊称还是被嘲笑的。但是这个称号存在本身就已经是政治灾难了。尊者本身这个词在中文世界里面是给佛教高僧，是给宗教大师，是给人类精神领袖的称号，不是给鬼的啊。而这些人用青鸟尊者称呼你，代表什么？这代表支持者对你不是政治认同，是宗教认同。宗教认同最大的问题是跟民主政治不相容啊。民主政治核心叫做监督、批判、轮替，宗教认同的核心是信仰、追随，不容置疑。博洋啊，当你的支持者把你当尊者，他们就不会监督你，不会批判你，不会在你做错事的时候要求你下台啊。而台北市选民不会把你当尊者。接下来是同温层公关毁灭性的2个经典案例啊。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沈伯洋是什么？台湾瑰宝，瑰宝妈的，是不是应该要放到故宫博物院呢？王世坚哥说什么？坚哥说这是比蒋万安更亮的太阳。博洋啊，博洋，朱大要把这2个比喻拆给你看。瑰宝，台湾瑰宝是什么？稀有贵重、值得收藏的物品。台湾瑰宝是给故宫文物、给艺术大师的称号，不是给立委的。吴思瑶用台湾瑰宝称呼你，这个比喻把你从政治人物抬升到文化资产。但台北市民选的不是文化资产，台北市民选的是会处理鼠患、会修水管、会发里长慰问金的市长。比蒋万安更亮的太阳，坚哥这问题更大啊！各位，太阳这个比喻是给谁用的？给陈水扁嘛，台湾之子啊，蔡英文嘛，辣台妹嘛，赖清德嘛，校长嘛，台独金孙呐、没有一个民进党领袖被称为太阳啊！太阳这个比喻在台湾政治史上只有一个人用过，蒋经国。王世坚哥干一集主要记录是说，太阳是金正恩专属，没有，金正恩是打下太阳的人，他不是太阳。来，王世坚用太阳称呼你，无意间把你跟蒋经国放在同一个阶层。博洋啊，朱大不知道坚哥是不是反串，但这个比喻的政治后坐力啊，足以让青鸟群体立刻翻脸。我送你第7个建议，博洋啊，
你的同志的吹捧啊，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喝止他们。那个人是谁？不是你，你喝止会变成假谦虚。那个人应该是你的竞选总干事吴思瑶啊。但是思瑶自己呢，就是台湾瑰宝金句的提供者，所以他不会喝止，所以没有人会喝止。朱大为你好啊，你的15项特长吹捧清单会继续成长下去。下个月呢，正式提名之后，可能会出现沈伯洋会4国语言，沈伯洋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沈伯洋会用左手写书法，沈伯洋会用左脚夹刀叉吃牛排，每一项都会被网友嘲讽一次，每一项都会帮你绑一个新的负面标签。博洋啊，博洋，你的同志的吹捧是你选台北市长最大的敌人。朱大讲完这个建议，先给你喘口气。下一章朱大要送你最后一个建议，也是上集最后一个建议。博洋，深呼吸啊！好，我们念一下斗内啊，明天就做乖乖。来 ，Sakura 说这一集听得特酸爽。East Che 说：“没想到沈黑熊竟然是莫扎特转世的候选人，看我还不投爆他。”Tracy 9089说：“这集实在是太好笑了，博洋啊，朱大真的是为你好啊。”Timmy 吴说：“稳了稳了，周三博洋批彩带，台北遍地是鸡排，台北市民即将由草转绿，外溢效应肯定会让双北赢麻了。”地瓜妹说：“加一想买乖乖，好，没问题没问题，明天做乖乖好不好？”哎。好，什么用脚撸管干恶不恶心呐？来，好了，这最后一个段落啦，博洋啊，上一个段落我送你第7个建议，你同志的吹捧是你选台北市长最大的敌人。你深呼吸完了没？朱大现在要进入上集最后一个建议了，也就是你很明显知道我们有下集呀。谢谢景浩兄送了10个万事通事务所的徽集，各位要珍惜呀！每一个妈拿到徽集之后就再也不来了，干搞屁呀你们！好，但是我们在送你最后一个建议之前，朱大要先帮你一下做个总结。你看我超认真的，我他妈还做了一个总结图。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下集的重点就是 Q。Q， 到底要讲什么 Q 呢？我们下期再揭晓。来，我们今天从7点半讲到现在，都他妈讲快2个多小时啊！靠北，来，我送了博洋7个建议，我们重新复习一下。第一个建议，要封一下那些为你好的同志的嘴。第二个建议，黑熊学院的商品线必须停售。第3个建议，你的竞选团队速度比民间慢60倍，需要重组。第4个建议，你跟你的支持者共同患有把日常异常归因于敌对势力的阵头、顶头啦、症状啦。第5个建议，你的 threats 呢要找发言人代管。第6个建议，你不能再强调谦虚谦卑了，因为你不像。第7个建议，你的同志的吹捧必须要被喝止，适可而止，好吗？博洋啊，朱大为你好，这每一个建议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好吗？但是老实跟你讲，这7个建议都是台面上要做的事情。剪头发、改商品线、改竞选团队、改对岸回应、改 threats 操作、改媒体形象、改同温层管理，全部都是台面上的事情。朱大今天从头到尾没有讲一件台面下的事情。下一集呀，朱大就要进台面下，但是由于你实在太好玩，我还要拖一阵子再做台面下。你等等，你等等。朱大要告诉你啊，你背后是地方大佬在4月那一个月对着赖清德总统怎么喊你的名字啊？你家的党政高层怎么跟记者形容你被征召的理由啊？你的友军苏巧慧怎么跟记者定义他对你的支持啊？
朱大，你的派系不是朱大要告诉你，好，网友这样子打乱了我的流程，我记得要贴那个，哎呀，靠北，我记得要贴什么呢？我要贴支付宝。好，我贴了。哎，各位，在沈大师的认知作战的课堂之后呢，你看我现在连背后做的图都他妈避开了我收红钱的位置啊，上面是支付宝，下面是微信，1元不嫌少，而且真的有人每次给我捐0.1、0.2的，干，谢谢你哦。然后100元不嫌多。好，各位如果听着觉得爽了，有空可以抖内，我继续，我把这个讲完，好吧？没有。刚刚是消息正式证明，正式提名要等礼拜3的时候。来，博洋啊，这些背后发生的事情没有一句是我编的，每一句都有媒体报道为证，还不止一个媒体，好几个媒体，每一句都是你的同志、你的派系、你的友军亲口讲出来的真话。朱大今天要送你最后一个建议，第8个建议，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人请按1，让我看看大家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准备迎接最后一个高潮了。来，各位觉得想要做按11111，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就要揭晓了。我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是一个绰号。谢谢 Cherry Cola， 这个绰号不是朱大取的哦，这个绰号是地方大佬亲口讲的。这个绰号严格来讲是3个字，叫做什么？那个 Q 毛的啦，那个卷毛的，那个 Q 毛的。各位，你的地方大佬心有不甘，有叹息，有怒气，不甘心的说 ：“Q 毛的这个人，我告诉你，这个 Q 毛代表什么？不是 Q 版漫画的 Q， 不是 cute 的 Q， 不是英文字母的 Q， 就是那个 Q。我下一集会告诉你这个 Q 代表什么。”我会告诉你，你的地方大佬怎么用这个 Q， 多次苦劝赖清德不要征召那个 Q。我下一集会告诉你，你的高层怎么用真的没有人这6个字来定义这个 Q。下一集我会告诉你，你的派系大佬怎么用，最差也就这样了。这种躺平的方式定义你的胜选预期，我养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媒体采访到的绿营内部说法。我下一集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了，我只会做一件事情，我把这些原话原原本本讲给你听。来啦，今天上集呢都为沈伯洋好，下一集朱大不为你好，下一集朱大为你的同志在背后台面下讲过的话说好，朱大为了台北市200万选民应该知道的真相说好。下一集朱大会告诉你，为你好的人不会偷偷跟记者讲小话啦，为你好的人会像我朱大这样，当着镜头跟全台湾2350万人把这些话一次讲完。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各位事务所的同学们，我们上一集结束了，下一集呢，在那遥远的某一天的下一集，我们继续来看博洋的同志们台面下究竟怎么讲他。我是朱学恒，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题目下集再见。明天要预言的是，明天我们要讲如何解放军如果要登陆要空机降，为什么要挑选龙潭是最好的攻击地点？因为
乖乖的生产原厂在那里，好吗？这个谁 WPSLYX 说又结束，干我讲到2个小时10分哎，130分钟哎，现在有多少直播主可以讲到妈1小时这个130分钟啦？来，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我们对校长那个崇敬、那个信仰滔滔不绝，没有办法衍生，根本没有办法形容。有网友问说，要买行动电源可不可以超商取货？干，你自己不会去试试看的，干我屁事？什么鸡巴？难道要我送到你家吗？所以呀，请大家为了博洋送上我们的祝福。我们敬爱你，更支持你。我们要向博洋献上最尽力。好，各位，今天最后又到了投票时间，我的红钱的招牌已经在这里啦。各位，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要抖内赶快抖内。现在最后是投票时间了，各位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不错的话，讲的也不错，请按1；如果觉得今天内容不好，但讲的好的话，请按2。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话，请按3。我送货到你家会把你打一顿哦，干啰嗦。来，我看看这个乌龟钢琴很坚持，他抖5块钱说：“朱大，我是乌龟钢琴，抖个红钱，请各位上网看看乌龟钢琴的那个 YouTube 网站，好不好？来看，不愿留姓名的人士说，没有充电宝就没有防卫韧性。今天又有一个热情网友抖内了，但是什么什么陈，谢谢你，很够意思。然后也有网友抖内说加油，也有网友又抖内0.45元，干，我不是开玩笑，我不是骗你，你看。这个人分明在搞我，他抖到现在总共加起来好几次了，没有破5块钱呢，也就他连20块都没有抖过我，是不是很了不起？然后我看看，我最后看一下支付宝，好像没有超商取货，干，10元，他好像没有超商取货啦，因为这东西怕掉，而且我们是用快递寄的，我看一下支付宝。这个博洋啊，朱大为你好，干什么什么涛，他把这背起来了。好，也谢谢这位什么什么丽，哇，这个我女听众了，而且她每天都抖我10块钱。好，这位抖23.57是什么什么华，但不知道为什么抖这个零头，很奇妙啊。来，行动电源是真的宅配的，你要么寄公司，要么寄家里嘛，好不好？来，你抖够大的，干我坐计程车送到你家，好不好？好，这个主打一个观众心意。历史哥那边有人微信抖0.01的，好啦，随便都可以。好啦，各位，今日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们也要跟各位开开心心的说拜拜了，好不好？拜拜。